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6日晚间19点4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晚上道指出现了接近1%的上涨，这样的上涨呢，让很多人以为行情出现了反转，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呢，道指在这轮行情上是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出现了2轮半，分别是第一轮，这里第二轮啊，第三轮呢没有完整的出现，只出现了2根啊，一个是悟空阴线，一个是8节阴线。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做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上涨，对称性上涨到达60周均线附近啊，遇阻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它能够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出现了悟空阴线、8节阴线、沙僧阴线出现之后，我们认为行情会在这里震荡。但由于消息方面利好啊，也就是鲍威尔在今天22点要发表演讲，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啊，包括了对利率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预期，在这种利好或者会议的影响下啊，美股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 K 线，但日线级别上涨 K 线出现之后，整个外围市场相对于美股的外围市场都没有对这根阳线做出反应。首先我们看 A 股市场啊，出现了一个 0.3% 的下跌，比特币市场在今天也是同步了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过程，日线级别的下跌的过程。这样呢，外围市场不看好，只有美股自己看好的情况下，我对今天晚上的表现啊，今天晚上整个金融市场行情表现持怀疑态度啊。那美股啊，大多数无论是利空利好，在落地的时间点都会出现拉升，但拉升之后呢，行情还会继续延续之前的走势。那么现在的走势呢，我们刚才分析了2轮半下跌西游啊，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走周线级别对称性反弹，然后呢目前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趋势，只是昨天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今天如果继续冲高之后还是容易出现回落，最后呢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啊，看到32000点啊，那这样的走势下呢，比特币必会受到影响。那么回到比特币，同美股类似的是本轮行情同步了美股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这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开始时间点是在11月份去年11月份69000美金附近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出现低点17605，然后呢做出了日线级别反弹。但我们观察到本轮比特币日线级别反弹非常弱势，这个弱势表现在它甚至没有完成完整的日线级别反弹。我们认为一轮完整的日线级别反弹呢，是由悟空、8戒、沙僧、唐僧分别由4组阳线构成，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反弹过程仅仅出现了沙僧位走到沙僧位，唐僧位没有走出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过日线级别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观察到在8月17日发生了下跌，这个阴线呢是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8月19日这一天走出了8节阴线。那目前行情的所有的震荡都围绕8节阴线来展开。那么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通过缩小一个时间级别，我们发现了这轮行情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达到20769这个位置上已经完成了一轮完整的4小级别下跌西游。4小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做小线级别反弹，小线级别反弹之后开始来回的震荡，震荡的区间呢是在21500到20500这个区间范围内进行震荡，并且我们在4小级别上我们再切换到4小级别，4小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在震荡过程当中，它以横带跌的通过了下跌趋势线。这个下跌趋势线呢是波峰连线的波峰下跌的波峰连线呢，我们看到也是一个有这个线来构成的，但是呢我们通过划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并没有找到焦点，这个焦点距离我们很远，证明它的一个下跌的趋势正在发展直到我们像反弹行情一样在反弹行情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能够找到焦点，能够找到焦点，证明它的趋势将要终结。
终结之后，我们看到绿色线是一个下跌趋势线啊，下跌趋势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线。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呢，还没有完整的走出来，我们在行情当中并不能找到焦点啊，证明它还没有完全走出来。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底部的位置上，也就是之前17605出现之后啊，底部的波谷我们找到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大概是在$19,000到$21,000这个区间，所以呢我对这轮行情下跌趋势的目标位是在这个区间。同时呢，这轮行情对5月份到6月份的下跌的过程啊，这个下跌的缺口要进行3次以上的回补，我认为是3次以上的回补，所以呢完成第一轮回补，上涨幅度、反弹幅度达到40%之后啊，它出现了下跌，下跌之后一定会建立平台，这个平台的位置呢，就是我的预期$19,000到2万美金附近啊，这个位置是能够大概率建立平台的位置。然后我画出了这个结构啊，分别是白色线。白色线这个波峰连线呢，是由5月份啊波峰连过来之后连到这里的。那绿色线是由低点位置17605这个波谷位置连接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行情正在逐渐的围绕这个大型三角进行运行。那最近的下跌和震荡啊，都处在这个大型的白色线和绿色线形成的三角形当中啊，我把这个线也改成绿色线啊，方便大家去看啊，也就是这个绿色的大型的三角形啊，这个大型的三角形呢是大概率要走出来的。所以呢，最近啊，现在是8月底了啊，8月、9月、10月这3个月呢，我认为它会延续这个震荡啊，这是一个大区间的宽幅的震荡。震荡区间是在$26,000到$19,000这个区间，这是我对最近3个月的行情的一个预测。那么现在呢，行情正处在这个反弹之后的下跌趋势当中，最终的这个下跌趋势呢，我认为在$19,000附近啊趋缓，然后再次进行反弹，二次反弹的力度呢会略低于一次反弹40%几的反弹力度。第一轮反弹呢，我们看到反弹力度是44%左右。那第二轮反弹呢，我认为它的反弹力度大概是在20%左右。那第三轮反弹呢，可能是在10%几啊，10%几。最后呢，通过震荡，它形成了一个延续5月份波峰连线的一个波峰，然后延续6月份波谷连线的一个波谷，最终呢形成这个绿色的收敛三角形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大概率会走出来，最终呢我们会发现这些震荡啊，逐级的震荡，这些震荡呢都是对6月初下跌的一个回补动作啊。6月初的下跌我们看到了非常凶猛，从$3万一直跌到17605，跌幅达到了40%的跌幅达到了40%。这个大的缺口呢，最终会被这些震荡修复平修复我们的伤口，修复行情对我们的伤害，修复所有人对行情的欲望修复多头的欲望，同时呢也修复了空头的欲望。当行情走平淡之后，走到一马平川之后我们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容易发生什么呢？下杀跌破最后的下杀才是最恐怖的，所有人都会重新勾起欲望，空头会赶着进场疯了一样冲着进场去追空，多头会赶着离场，最终呢会形成一个轧空就是碾压性的做空的画面行情最终见底于10500这是我给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位对整个这个比特币的行情给出了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位。那么今天晚上的行情呢，我怎么看呢？今天晚上鲍威尔要讲话的这个时间点呢非常好就是美股开盘和之后的半个小时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9点半开盘，10点他讲话。那我认为呢，美股昨天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今天由于这个讲话的这个原因，事件的原因，
美股还会有一个冲高，美国的这个事儿啊非常奇怪，就是无论是利好还是利空落地的这一刻都会容易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这轮行情4小时级别上重新接近低点附近。那么在这个低点附近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非常容易出现伴随美股的一个快速拉升，然后当前趋势什么趋势呢？无论是美股还是比特币还是 A 股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熊市的行情当中特别是比特币今年是比特币第3轮减产牛市之后的熊市行情在这个趋势下呢，比特币反弹之后还是容易走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路线这也就是我对今天晚上行情的一个看法。同时呢，目前处在一个八戒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8月19日，这是一根8戒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都是什么呢？都是妖怪 K 线呢。这些妖怪 K 线呢，干扰了你对行情判断。在这一轮的震荡反弹和震荡收敛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会迷惑，多头呢开始发生了幻想，空头呢开始发生了不坚定但我们知道我们有 K 线修战法，这根阴线呢走出来了，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图日线级别的8戒阴线走出来之后这里的震荡都是妖怪 K 线，那我们还对行情有下跌的一个趋势的判断。下面还有沙僧和唐僧阴线，这样呢通过 K 线修战法日线级别的趋势判断你就不会在行情当中迷失方向什么趋势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目前呢它处在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在结构上，在修战法的判断上，你都可以对当前趋势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样呢你就会坚定你的方向，最终呢找到行情当中的位置，合适的位置在之前呢我就强烈提示了24000美金开始做空，为什么呢？它发生了跌破，并且行情处在一个收敛的焦点位附近这个焦点位呢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已经发生变盘之后，我让 VIP 群和这个YouTube 的朋友们开始做空。那么最近一段行情呢，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以做空为主。那么在今晚的反弹过程当中，就是布局空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解释了鲍威尔的讲话美股的任何事件都会构成一个小幅度拉盘的动作，但在拉盘之后，市场还会回归之前的方向。那么以太坊几乎是所有山寨币的一个盘眼那我们先看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因为它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价格上的变速箱。那么截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接近前高附近之后这个位置是一个压力位，发生了回落。那在日线级别呢，它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戒阴线走出了沙僧阴线。那目前呢，它走出了一波反弹，这个反弹的原因呢是这个位置上呢有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对反弹起到了一定支撑。那目前它重新它杀死了沙僧阴线之后，重新又开始回落那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呢，可以找到悟空阴线、8戒阴线和沙僧阴线。那这组 K 线呢还是有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还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只是中途的反弹呢是它在下跌过程当中沙僧遇到的妖怪，并且杀死了沙僧。但是沙僧杀死没有关系，它又可能重新复活。为什么说可以重新复活呢？因为这里是悟空阴线、8戒阴线组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被杀死了之后又重新下来，沙僧还复活了之后走这个唐僧阴线，那么它就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只要这组下跌阴线这组下跌西游没有被完全杀死那这组下跌西游呢就应该存活成立，并且有预期。那么我们对以太坊的预期，以太坊对比特币的预期呢，就是在 0.07 附近这是一个比值也就是说以太坊对比特币它是上涨还是下跌的。那我们回到以太坊的价格上来
我昨天给出的提示啊，就是以太坊你要在$1700到$1800这个区间上开始做空啊，就是说昨天冲破了1700嘛，你应该可以开始缓慢布局空单了，并且我在 Telegram 群和 VIP 群中都给了一些提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个图啊，周线级别上波峰连线，我一直在说啊，这个周线级别波峰连线是非常重要的一组线，这组线呢。时间周期长达2年啊，也就是说2020年11月份啊到现在啊8月份1年半有余啊，这么长的时间情况下呢，波峰连线一直起了非常关键的压力线的作用啊，只有在去年21年5月份的时候啊有所突破。那么现在为止呢，这个位置在2050附近啊发生了阻力。发生阻力开始回落，日线级别回落过程当中出现的反弹，在$1800形成阻力，所以呢，我提出来1700到1800是以太坊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以太坊的下跌，它的第一轮次的下跌不明显，它是一组4眼级别下跌，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不看。之后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了，然后发生震荡这是日线级别的大阴线呢，日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下面我就有8线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一轮震荡，所有的震荡呢，我们都管它看作妖怪 K 线。那么在妖怪 K 线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1700到1800，这是我们布局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上方有明显的压力，除了刚才我们画出的1800点这个弧形的压力之外，上方还有133日均线压力、169日均线压力，同时还伴随着白色线的这个白色线是这轮行情高点$4877出现之后，波谷形成的位于$1900附近的压力。所以呢，上方我在上一轮行情上就提到了我说1900到2100这个区域上存在着3座大山这个大家伙回看历史录像都有。这个位置存在3座大山，所以呢，多头的目标位就在1900到2100。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我看到比特币发生了回落，看到了美股发生了回落，那我们认为以太坊的强势多头的趋势、反弹的趋势，从$878反弹到$2050这个趋势已经燃尽了。燃尽之后，行情由多转空。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也8月19日的这根阴线出现之后所有的震荡都是妖怪 K 线。有很多人不坚定不坚定的原因是他看的时间周期非常小、非常窄，在小线级别出现反弹之后，他认为行情已经发生扭转，但行情大概率呢都会围绕主要的方向去进行。什么是主要的方向呢？现在是熊市并且以太坊虽然是强势的，发生了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是周线级别上涨稀有，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个行情上很多时候会出现残忍的东西，这个残忍呢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残忍，它总会出现这种多头周线级别上涨稀有之后，悟空8剑、沙僧、唐僧走出来之后，空头再给你来一组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击碎你所有对行情的幻想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根阴线，悟空阴线。日线级别呢，它的下跌正在发展在震荡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摇摆但是大时间级别周线的阴线已经出来了，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已经出来了，日线级别也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呢，上方3重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是以做空为主当然了，如果你想做多听我刚才对比特币的分析，就是今天晚上10点左右，它可能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摇摆之后，更多的是给予空头的一个好的位置和好的机会。由于主流币没有什么好的行情，所以像币安、OK 还有这个火币平台上它会有一些搞流量的币种，这些币种呢，多数处于这种次新币或者新币新上线这3大平台的币种会有一些亮点的
币种出现，这些亮点的出现呢，我认为主要是吸引资金进场啊。对于这些币种呢，我认为你可以做分布式投资投一些比如说这个币安上我看一眼比如说这个 STJ 用它做举例。我们看这是合约，我们看一眼现货。我们看一眼现货，它是怎么做出拉升的呢我们切换到4小时级别这种币种的拉升呢都非常有特点你看上线之后先回踩下来，做一波小日线拉升，小日线拉升之后做第二轮回踩驱赶筹码之后，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再度发生下跌我今天做了一下它的空单，为什么做空单呢？因为我看到了它的上涨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那我就可以做它一轮小线下跌获利5倍杠杆，获利达到20%几，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它还有没有机会呢？我认为是还有机会的。那我们要观察它的一个时间级别STJ 它和 Pancake 有合作所以要重点关注一下就是我说的这个币种还有机会。机会在哪儿呢？在这个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呢看成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这个位置上看成是日线级别的8阶阳线。8阶阳线之后，日线级别它还有可能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在新币这里面是经常出现的。所以呢，我们要观察它的对称性的回落它不是对称性的上涨之后呢，容易出现对称性的回落，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0.8美金附近可以搞进去，搞进去之后0.7设置止损。为什么在这里面要设置止损呢？因为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的位置，起涨的位置设置成止损位，如果不跌破或者小幅跌破之后能够回收上来那我们在上面行情当中，如果它能出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就有利润可以获取。在熊市当中呢，市场上是有一些机会的，这些机会呢存在于山寨币的热点次新或者是新上线币安的一些币种上所以呢也可以对这些币种进行一些投资或者关注，并且呢我认为现货市场是比较适合小白新手参与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天猫、拼多多、抖音上进行购买，特别是在海外的朋友，可以通过天猫进行购买昨天有个台湾的朋友在天猫上去买了我的一本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